这段时间下来，我观察到一个特别直观的现象：现在我们人越来越接受不了任何需要时间的事情。只要一件事在3个月内看不到变化，半年没有显著的结果，1年还停留在基础层面上，比如健身练了几周没啥变化，就开始想是不是方法没找对；还有生活的一些小习惯，还没几天就坚持不住，会感到有挫败感，开始去寻找有没有捷径能让你最快达到目标。最难受的地方在于，这种急迫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，是我们现在很难接受一件事还看不到结果的状态，巴不得有一股魔法能让我们跳过中间的阶段，但凡在开头时没看到变化，就干脆算了。所以说，到底是我们变得浮躁，还是整个环境把我们变成了等不起的状态？这期视频呢，我不打算讲消费，也不讲省钱，只是想来分享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事情：我们无法接受需要时间的过程，那么这个变化正在影响我们对生活和选择的判断。目前这个环境对于速度的要求已经不是要快那么一点点，它根本不给机会让你停下来喘口气。信息要立刻看到，反馈要马上给到，工作要快速出结果，努力最好30天见效，最好还能前后对比，证明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惊人般的效果。这里呢，就让我们忽略了一件事：我们身体状态本身就要慢慢稳定，情绪要慢慢恢复，能力要靠反复试错和一点点积累，判断力更是需要时间的沉淀。但我们每天接收到的环境信息都在不断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变化，那多半是你操作方法的错误。我们已经不太相信时间是有价值了，更不相信过程的这件事情是值得被尊重。就拿工作和学习来说，你不能说自己还处在摸索的过程中，因为别人更习惯看到的是出结果、数据和进度条。当你做一件事情有一段时间了，再给不出一个漂亮的成绩，哪怕你真的是在努力，哪怕你熬到3更半夜，都会被当成了你还在原地踏步。这时候也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用，跟不上别人的节奏。这种对于快的要求不只是出现在现实的压力里，它同时还被内容环境给放大了。我们通常看到的不是别人正在努力和煎熬的过程，都是他们已经完成、已经达标、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样子。这样就很难让我们不去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以这样的速度去发展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比如你看到朋友在某一天突然官宣订婚或者是结婚了，这么一个结果摆在你面前，就会让你去对照自己的年龄、自己的人生进度，可是你却看不到别人也许用了几年的时间去试错，在犹豫和吵架中度过。在对比发生的那一刻呢，你是用自己正在经历的阶段去对照别人已经交卷的结果，所以说你怎么可能不焦虑呢？你仔细去看现在平台上最容易被看到的内容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它是要变化快，结果明显，最好今天开始，明天就会不一样。相反，那些需要一段时间适应、调整、反复尝试的过程是没有曝光机会的。只要是一件对的事情，它就应该很快看到结果。这样的判断力呢，会慢慢内化成你对自己的要求。你开始对自己没耐心，你接受不了自己还在适应、还在调整、还在试错的过程中，哪怕在理性上知道它是一件需要过程的事情，可是情绪上就已经默认了这样的阶段就不该存在。所以我们会容易把快误认为对，只要某个方式看起来见效快、变化大、结果明显，我们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它更加靠谱。那反过来说，那些需要时间积累、需要反复坚持、前期几乎看不到变化的事情，会被我们给排除掉。你也许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很轻松的说自己3个月瘦了几十斤，把减肥的事情描述得很励志，用时间包装成一种优势。下面评论大概率就会有人问：哦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的呢？那大概率呢，他们不会给你分享训练过程，而是开始带产品，为减肥产品打广告。内容的重点呢，都在强调只要你跟着他这么做，也能在3个月内瘦成一道闪电。这类内容呢，之所以能让你容易去相
相信，是因为他把结果放在最前面了，把所有辛酸的过程全部给省略掉。你越是清楚真正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，你就会越被它吸引，因为真正能改变身材是你每天要做重复到无聊的训练，长期的饮食控制，体重还会在短时间内看不到任何变化。也正是这些过程才让你最不想去经历。类似的情况在抗痘这件事情上也很常见，比如有些人脸上反复长痘，一直好不了，一旦看到别人说用了某个药膏，1个星期后痘痘全消了，你就开始尝试不同的产品，那个人说效果立竿见影，你也会继续买来用。抗痘呢，本来就不能用时间来决定它的效果，每个人的肤况、激素、作息和压力还有饮食都不一样，别人的变化能这么快速，根本不能代表是你自己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不管是减肥产品也好，效率工具还是自我提升的方案，他们卖给你的是一个心理承诺。比如你明知道健身靠的是长期训练，但还是会被那些能让你在21天里改变体态、1个月练出马甲线的方案所吸引。你明知道学习一项技能要反复练，可还是会忍不住买那种7天入门、3天掌握一个技巧的课程。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让你无需再等待了。当一个人一旦变得急迫，他最自然的反应是想办法把整个过程快点结束掉。这个时候呢，花钱就成了最直接的选择。只要你买一个方案、一个工具、一个产品，马上就能见效。我们现在把前面所说的个人状态放在一边，单从商业角度来看，时间都被拆分成了一种可以被出售的资源。现在很多的产品和服务都在替你绕开原本必须花时间的那一段，他们不要求你从零开始，而是直接提供一个已经被压缩过的方案。现在能看到很多产品都明确写着21天改变体态、30天重塑习惯、1个月完成蜕变的东西，不管是健身、生活管理还是个人状态，这些都没有明确时间表，可还是硬生生压进了一个固定的周期里。第二类是直接替你跳过前期摸索的课程和工具，比如你想学习一个剪辑软件，不用从基础开始，买家直接给你一套现成的框架、现成路径和模板，你只管照做就好了。原本靠反复试错换来的经验会被浓缩成一套已经被验证过的方法，再一次性卖给你。他们把自己走过的路、踩过的坑、试出来的方法打包成一套可复制的流程，然后告诉你照着他们这么做就能少走很多弯路。这类课程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是，真正能达到那个阶段的人本身就要具备资源、时机、运气和大量不可复制的条件。他们都会把成功包装成一套流程，只要你愿意付钱、愿意执行，就能在几个月内完成阶层跳跃。还真的有人会相信财富自由的这件事，只要上一门课、进一个群、用一套方法，就能把别人10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走完的路压缩成一个短周期的任务。哦，对了，还比如做内容、做副业、做账号，正常人是要经历一段没人看、没反馈、没有方向的时间。可现在陆陆续续很多内容都在说，你起号慢是因为方法没用对，没有爆款是因为没有找到可复制的模板，最后给出的正确做法是你花钱买一套自媒体的课程。文案通常都说，想要20天内涨粉10万，这份手把手教你实操的指南不要错过哟，关注我进群领教程哦。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是把原本用来判断时间的那套标准给换掉了。我们以前判断一件事更多是靠体验、靠摸索出来才知道哪里对哪里不对，换成现在它就变成了一种是别人已经走过、已经验证过的路径，所以你才会默认它是更稳的选择。到最后那些真的需要你用时间去摸索的事情，反而会变得没有耐心去开始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。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